朋友们，大家好！在我后面，大家可以看到山蒙蒙、水蒙蒙、雾蒙蒙，这里就是我们华南春天的这种风景。而我们桂林一带呢，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好，我给大家看看更多的景色吧。几秒钟时间啊，我走出来给大家看看这面的景色，很多的雾气，对吧？然后我们再回头往这边看看啊，这是我们村里啊。目前看到的就这样。去年的时候，这栋房子没有的。这里呢是一条我们这里啊，工程到平乐这主干道，经过我们这里。因为现在很多雾，其实呢后面啊就是我们这里的高铁站，离我家就是5公里这个直线距离，没有红绿灯，大概是几分钟就到了。从家里开车的话，然后这个角度呢是东边，太阳出来的时候从这边升起来，所以风景呢是非常无敌的这里，所以我非常喜欢坐在这里看风景。朋友们，我们今天从一条外媒报道越南的消息说起。据 CNN 援引路透社消息，越南计划投资部在4月10日表示，越南将于2030年前新建2条连接他们的首都河内和中国的高速铁路，再次显示越南与中国的两国关系可能有回暖的迹象。路透社报道，越南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越南制造业的重要进口来源。两国之间已经有公路以及2条铁路干线相连，但位于越南一侧的，不管是公路还是铁路，都年久失修，所以呢必须进行更新。越南计划投资部在声明中说，规划中的1条高速铁路将从他们港口城市海防和广宁省，经他们的首都河内，河到中国越南接壤的老街省。而另一条则是从他们的首都河内到和中国广西接壤的谅山省，行经人口密集的全球制造产业基地，包括多家由中国投资人拥有的制造厂设施。但是越南计划投资部没有公布这些高铁计划的进一步细节。CNN的消息里也没有提到这2条高铁到底有多长。我们看看地图吧，有一条长的啊，就是从海防往西到老街的这条，大概有350公里，那条短的大概有120公里左右。我是说大概啊。本月稍早，越南表示正在向中国学习开发首条高铁，并派遣他们的官员前往中国铁路公司研习。我们可能很多人也知道，越南打算还修建一条长达1500多公里的连接他们的首都河内和越南南部城市，也是他们最大的都市胡志明，也叫西贡的所谓越南南北高铁。目前正在北京访问的越南国会主席王廷惠8日会见了中国铁路公司主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2月，也就是2023年12月出访河内时，中国和越南当局签署了包括铁路在内的数十项合作协议。我们看这次越南首先宣布的高铁计划，很明显就是为了对接中国高铁而做出的决定。说实话啊，这对中越两国绝对是双赢的局面。修建2条总共不到500公里的高铁，对中国来说啊，简直是小菜一碟，对不对？估计花费也就是150亿美元左右。其实中方早就做好了布局。我们来看地图，首先我们看较短的这段越南高铁，从他们的首都河内到北部与中国广西接壤的地方叫谅山省，它对面的中国口岸就是平强的友谊关。中国那边从南宁起点的南平高铁，也就是南宁到平强的高铁，其中有一段是南宁到崇左段，2022年就已经开通运营了。崇左到平强这段现在建设正在如火如荼，预计到2025年，也就是明年就可建成通车。也就是说到2025年，那全段就完全建成通车了，直接通达中国和越南交界的那个地方叫平强。就是说就等越南方面早日对接了。
它是广西境内第一条自主投资建设的城际高速铁路，能够加强我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贸易往来。它就是南平高速铁路。南平高速铁路简称南平高铁，是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一条连接南宁市与崇左市江州区平祥市的高速铁路。2018年10月，南平高铁南崇段全面开工建设。2022年7月，南崇段全线接触网架设完成。同年12月，南平高铁南崇段正式开通运营。2024年4月2日，崇平铁路主线所有隧道全部贯通。此外，南平高铁崇平段线路西端经湘桂铁路与越南的同登至河内铁路相连，东端经南平高铁南崇段引入南宁枢纽，形成了中国通往东盟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对完善我国边境交通基础设施有着重要意义。崇平铁路主线隧道全部贯通，为2025年崇平铁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在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实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广西还有另外一条可以与越南对接的高铁，它算一条支线吧，那就是可以与越南最东北角的芒街对接，过了桥，那就是中国这边防城港市下辖的这个城市叫东兴市，它是个县级市。目前中国的高铁真的修到这里了，去年12月就开始运营了。刚才我们看了广西这边与越南高铁对接的可能性有2个，对不对？那我们接着看云南方面，云南省从昆明到河口县的高铁进展情况到底怎么样呢？这条高铁具体说是云南弥勒蒙自高铁，这一段呢已经于2022年也开通了，从昆明最快1个小时15分钟就可以到达蒙自，而那个站叫红河站。目前从红河到达中越边境的河口北站还是米轨铁路，这一段大约可能是100公里左右，相信如果越南以及中方有这个意愿，很快就可以修通高铁。你看中国那边的高铁，不管是从南宁还是从昆明，马上就可以修到中越边境了啊！所以说啊，中国这边已经早早做好了布局，就等你越南配合了。几乎可以说啊，中国这边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不知道过去1-2年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越南与中国这边关于高铁的进展情况。过去1-2年啊，确实呢，越来越多越南的有关官员频频的造访中国，不管是中国有关铁路部门，还是中国高铁制造企业。从过去这些越南方面的动作可以这样分析啊，可能越南倾向于使用中国高铁技术的迹象越来越明显，这与10年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说越南南北高铁。目前看来，这可能又是日本的一个烂尾工程，另一个日本的烂尾高铁工程可能就是印度的那个高铁了，因为他们也是想采用日本的技术。我们来说说越南南北高铁的历史吧。2005年，越南就计划打算修建一条从河内到胡志明市1500多公里长的南北高速铁路。2006年，越南就找日本签订了一个所谓的关于南北高铁合作谅解备忘录。随后，日本花了4年时间到越南进行实地地质环境勘探。2010年，越南南北高铁正式进行国际招标，这时有3个国家加入。他们是中国、德国以及日本，这3个国家的铁路公司入局，最后越南选择了日本。也难怪，因为那时啊，中国的高铁刚刚起步，而日本的高铁自1964年以来，已经差不多有50年的历史以及经验，所以啊，当时越南没有选择中国高铁也情有可原。当年也就是2010年，日本方面给出的高铁报价是558.5亿美元，这几乎相当于越南当年 GDP 的一半。2010年，越南国会直接就给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种财政压力越南根本承受不起。其实从我们看来，越南政府它不懂得高铁能够带来什么经济呀、物流啊、人流啊、就业等一系列附加价值，这些价值呢其实是不可估量的。而随后呢，日本方面也盘算着，即使拿下了该项目，最后还得日本私人企业去做，
日本私人企业盘算了啊，认为这个项目可能无利可图，也就没有修建这条越南南北高铁的意愿。2015年后，越南方面缝缝补补，相继推出了新的南北高铁方案，但一直没有通过越南相关部门的批准，所以该项目也就是越南南北高铁项目就这么被搁置了下来。时间过去了10年，而在过去的10年当中，也就是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的高铁可以说是突飞猛进，一路高歌，甚至连我的家乡广西桂林的某个县，在2014年也通了高铁。在这段时间里，中日高铁在东南亚的争夺战打得如火如荼，搞得越南心里五味杂陈。日本在印尼雅万高铁、泰国朗曼高铁等项目上都输给了中国。随后，中老铁路也开工建设了。2021年12月，中老铁路甚至建成通车了。2年之后，也就是2023年9月，印尼的雅万高铁也正式开通运营了。而且这是设计时速380公里的最高标准的高铁，采用全套中国复兴高铁的技术。到2003年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5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遥遥领先。中国的速度和优势已经让越南在是否继续选择修建他们的南北高铁上犹豫不决。随着中国、老挝、泰国已经实现了全程铁路跨国运输，中老铁路这条贯穿东南亚的大动脉逐渐让越南边缘化，这让越南陷入了深深的危机感。这也是越南在最近2年主动而且频频造访中国有关部门以及有关单位最主要的原因。很明显，现在是越南越来越着急了。2022年11月，中越在北京发布联合声明，文中河口、老街、河内这段铁路线和对接事项被重点提及了。虽然还不能肯定越南想不想中国来接盘越南的南北高铁建设，但中老铁路、泛亚铁路的红利和便车，越南肯定是眼红的。如果越南现在再不行动，那它很有可能真的被边缘化了。但是越南这个国家就是欠揍，它仍然在搞两边通吃的小把戏，一边与中国铁路部门频繁接触，而另一边却又倒向日本。2023年1月13日，越南总理范明正在河内与日本财政大臣铃木俊搞了个会晤。越南提出了让日本继续协助越南修建南北高铁的请求，但铃木俊是这样回复的：我们回去再仔细研究一下。这时，越南还想把中国和日本互相当作讨价还价的筹码，如果其中一方不接招，还可以是另外一方。其实中国早就看穿了越南心里的小九九。你看，过去差不多20年，越南一直在折腾，而中国高铁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现在时代不同了。现在不管是质量、成本、贷款利息、技术等等，中国高铁明显优于日本，所以现在日本更像是越南拿来跟中国谈判的筹码。如果现在越南要找中国来修建它的南北高铁，现在嘛，这个就要看中国在东南亚的铁路布局到底还需不需要越南，越南是不是必须经过的地方。从中老铁路的布局来看，如果越南继续3心2意，对中国的高铁又要又防，中国大可以升级现在中老铁路，而且绕开越南。现在可以这么说，是越南越来越需要它的南北高铁。当然了，另一边如果能够把越南纳入泛亚铁路网，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赢的局面。总体来说这几年中国对越南真的非常的有耐心，所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以及中国耐心的布局，中国高铁在东南亚出海这块搞得非常的顺利。现在随着越南官宣在越南北部修建2条能跟中国高铁网对接的高速铁路计划，越南的企图似乎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越南现在确实有主动拥抱投靠中国高铁技术的意思了。虽然现在越南还没有明确表示采用中国的高铁技术，但是从一带一路这个大局以及中国东盟一体化考虑，大家都采用标准轨铁路以及中国的高铁技术的话，那就是最完美的了。如果现在越南主动找上门来，那中国当然是欢迎的。
但是现在啊，越南南北高铁并不是中国的必选项，而现在越南看着印尼的雅万高铁、中老铁路、泰国高铁，可以说他们是看在眼里啊，急在心里。所以说，更急的是越南自己。因此啊，中国可以再耐心的等几年都无所谓，看看越南他心里是不是还有什么小九纠。另外一点，我们想提及一下，越南方面称他们想向中国学习高铁技术，那是否意味着如果采用中国高铁技术，中国要向越南转移技术呢？转移的程度有多大？这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越南是否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先让中国帮助他们修越南北部的这2条较短、加起来不到500公里的高铁。中方呢对越南进行技术转移，等越南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技术后，他们自己呢修建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长达1500多公里的高铁。虽然我不太相信越南有这个技术和实力，但是不得不提防越南的野心。如果越南能够慢慢抛开历史的积怨，少一些对中国的敌意，真心拥抱中国高铁技术和中国市场，大胆融入中华经济圈，越南的未来绝对是非常光明的。这对各方来说，也就是说对越南呀、中国啊、东南亚都是多赢的局面，就看越南有没有这个智慧和胆魄了。如果越南还想把什么日本啊、美国啊拉进来搅局，中国真的应该把越南先晾在一边，看他怎么笨蛋。我想最终越南肯定有回心转意的那天。好，朋友们，本期节目是关于越南计划投资省计划在越南北部修建2条高铁，他们分别对接中国高铁网，这边呢是对接广西，那边对接云南。这对中国、对中国高铁、对整个泛亚铁路以及中国东盟一体化都是非常好的消息。那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这个项目什么时候能够实施。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